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同为90后小花，白鹿与杨紫，一部剧看清了他们的差距。白鹿和杨紫的颜值都曾被说丑，靠着演技完成了逆袭，成为了有实力的小花。那到底谁才是名副其实的90后小花扛把子？白鹿没经过系统的表演学习，能频频出演女主，那完全是因为于正。白鹿跟杨紫的起点那可不是差一点点儿。01，白鹿是中专毕业的，而杨紫是从正经的电影学院毕业的。但在很多年之前，两人之间的差距就已经变得很明显了。杨紫在她12岁的时候拍了《家有儿女》第1季，夏雪这一角色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，从那之后就喜欢上了表演。但杨紫没借着那股热度就去疯狂的拍戏，而是一步一个脚印的有系统的去学习表演。杨紫对表演是怀有敬畏之心的，当初杨紫的爸妈可不赞成她去走演员这条路，连宋丹丹都曾劝过杨紫，说她不太适合表演。然而杨紫一直都没有放弃表演这个梦想，努力一点点去追逐梦想，最终成功考入北京电影学院，系统认真学习表演，最终交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。然而白鹿的情况恰好与之相反，白鹿是来自工薪家庭的，在初中那会儿，因为喜欢上了韩剧，就萌生了想要成为女团成员的梦想，立马去参加了 SM 的线下选秀，接着前往韩国去追寻女团的梦想啦。不单梦想没达成，学业还被迫丢弃了，后来也就只能上一个不太好的中专啦。中专毕业之后，找工作这事儿就遇到难题啦，开始做起了淘宝的模特。当白鹿在做淘宝模特的时候，就积累了经验，接着就开拓起网红的这条道路啦。白鹿在当网红的时候还会拍搞笑视频，又要去当杂志内页的模特啦。直到有一个人出现，这才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。那会儿白鹿的长相挺适合去演校园剧，正好被猫的树给看中了，跟着猫的树就开始拍起微电影啦，也跟演员王旭东炒起了 CP。 微电影的拍摄给白鹿带来了一定的名气，有人把白鹿引荐给了于正，于正那是对白鹿相当满意，直接给白鹿安排了一部接一部的女主戏。白鹿还算挺争气的，杨紫和白鹿就这么一步步的登上了90后小花的巅峰。不过终归是一个学过，而另一个没学过呗。从演技方面来看，差异那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。02，杨紫靠着《长相思》又一次登上了热度榜单的第1名。《长相思》不论是编剧啦，还是导演，亦或是服化道，真的让人不得不赞叹，这绝对不愧是 S 加级的制作。不过关键还是在于演技才能取得成功，演技是声、台、形、表这几个方面的结合，演员的音可是最为关键的。一个优秀的演员在拍戏时大多都使用原声，台词特别能检验一个演员的素养到底怎么样。拍戏用原声，这也是演员基本的遵循的事儿。在《长相思》里，杨紫的原声台词那可是相当不错，在男装那时候，声音是又厚重又很有力量的，变回王姬之后，声音立马就变得柔和了，那种反差感直接就拉得满满的。在杨紫所出演过的全部剧集中，她一直都在用原声，并且每个角色的声音都十分贴合其形象，台词节奏的拿捏，铺垫的掌控，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白鹿基本上很少使用原声，基本上都得依靠配音。白鹿热度最高的剧《周生如故》里，崔时宜的配音者是刘晴，她的配音让整部剧都有了更高的境界，白鹿的演技也跟着提升了。白鹿之所以不敢用原声台词，
主要原因就是节奏方面的问题，而且白鹿的嗓音带有男性化的特点，跟她所饰演的那个角色不太相符。不过，优秀的演员都会善于利用自己的声音。那会儿《甄嬛传》正火着，甄嬛的声音乃是配音老师季关林，可以讲是季关林造就了那时的孙俪，并且周生如故的剧本挺不错的，制作团队那也是相当厉害的，是优秀的团队、出色的剧本以及给力的配音，成就了白鹿饰演的崔时宜，也让白鹿凭借演技暂时转变为有实力的小花。接下来就是哭戏啦，《长月烬明》和《长相思》都在今年开播，在那部剧里同样都有着长长的哭戏，很明显能让人看出其中的差异。《长月烬明》里头，白鹿的哭戏那可是不少，不过在大场面的哭戏方面，同质化的情况比较严重，都是在那统一的仰头一声吼叫的同时哭泣，要不就皱皱眉头、撇撇嘴，脸上的表情那叫一个丰富。哭戏所蕴含的感情全都只是停留在表面而已，无论是遭遇灭族还是爱人离世，都采用相同的哭戏模式，没经过学习表演的过程，却能把哭戏给学会了。在《周生如故》里，凭借哭戏的营销取得成功之后，在《长月烬明》里又出现了一样的哭戏，又想靠哭戏来搞营销，结果却遭到了严重的反噬。全是白鹿式技巧的哭戏都没有灵魂，怎么才能赢得真情流露的杨紫所演的哭戏？真正好的哭戏可不是仅仅靠你吼叫的声音有多响，表情做的痛苦的程度是由决定来决定的，而是要切实赋予你的情感，抓住观众的内心，让观众能够体会到情绪的起伏。把同样的哭戏运用到不一样的剧情里面，不但会对剧的质量造成影响，还会让观众变得麻木。杨紫在《长相思》里每次哭都各有不同，跟爹爹相认的时候委屈的哭了，担心被哥哥发现的哭泣，把娘亲认错后哭了，每一回哭都能牵引着剧情，让观众产生共鸣。除了那种哭泣的戏份，优秀的演员就算去饰演不一样的角色，也能让观众察觉到很大的差别。就拿杨紫在《欢乐颂》那个时期的邱莹莹来说，《长相思》那会儿的文小六，或者是《香蜜》里的锦觅，都能让观众体会到别样的杨紫。正在热映的这5部剧，《长相思》落到了第2的位置，你正在追哪一部？白鹿主演的《长月烬明》经常能在弹幕里瞧见梦回崔时宜这样的字眼，这就能够表明白鹿的演技没办法让人把角色给分辨清楚。声台形表里头的形，白鹿那方面确实挺欠缺的。白鹿的脸看起来有点精明，还透着点寡淡，所以对妆造很有要求。白鹿先前演的剧再加上她先前的脸，这整个节奏都能让观众直接弃剧了。03，白鹿一开始根本就没有能扛起剧的那些条件，身材黑瘦，五官没啥味道，笑起来牙齿显得很突兀，真的让人难以想象她以后竟然会成为大明星。《烈火军校》这部剧把白鹿的缺点展现得彻彻底底，男装上那种精瘦的身材根本给不了人一点代入感，女生那会儿那糟糕的妆造还得让男演员展现出惊艳的模样。男装女装主要靠头发长度来区分，根本没有什么变化差异，可真让人觉着白鹿猛地扑过来一股土气。到了中期，白鹿开始借助技术来对自己的颜值进行改变，首先的把眼睛给改变了，单眼皮通过加宽眼皮的方式变成了双眼皮。还有就是牙齿，10个明星里有9个都去整过牙齿，白鹿也没啥特殊的。白鹿的牙齿一般都比较大，最重要的就是她那一颗特别显眼的虎牙，特别容易让人脱离原本的情境。简单整理完之后的白鹿确实显得精致不少，然而却让她的脸变得更苦了。
并且因为整牙的缘故，面部结构有了改变之后，把她的脸弄得垮了不少，让脸变得有点显老气了。经常能听到网友把白鹿和李一桐拿来进行对比，不过李一桐的脸相较于白鹿来说，明显更加精致。李一桐笑起来时，那眼睛弯弯的，还有卧蚕，让她变成一个符合标准的甜美妹子。在变美这个思路方面，杨紫那可是明显更厉害一些。杨紫早期一直被人嘲笑长得土肥圆，杨紫要变美，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减肥和美白啦。就像大家常说的，白能盖住各种丑，瘦能遮住好多丑。杨紫变瘦又变白了，她的颜值确实提升了，可五官这方面确实是个硬伤。接着杨紫就着手改变自己的五官啦，提升山根，对脸型进行微调，让脸的形状变得更流畅、更顺滑。不过整容前期的杨紫脸那可是相当崩，没办法，只能在妆容方面做出改变啦。杨紫特别擅长在妆容方面做减少，眉毛变细啦，通过收缩腮红来营造出清透的感觉，让面部看起来更有光泽，提升皮肤的质感，让妆容变得更柔和些，整个气质也提升了好多。因为之前的杨紫老是有声音在嘲笑她长得丑，她可劲儿的学习让自己变美的办法，减肥、化妆啦、穿搭、发型啥的，通过持续的努力，才迎来了《长相思》中浩灵王姬令人惊艳的登场。不单是在妆容上，就连气质这方面，杨紫也都全面提升啦。气质这方面的提升，主要是近几年里，杨紫除了在拍戏之外，很少能在大家眼前出现，都是通过剧来展现自己，维持演员的那份神秘感。然而白鹿在这方面却恰恰相反。04杨紫在火起来之前，老是在综艺节目上露面，高能少年团、中餐厅第3季这些超级火的长期常驻的综艺节目，那都是2年前拍的啦。杨紫在那档综艺节目里，那搞怪的模样跟她演戏时的模样，那可完全是两码事。时间一长，观众就容易犯迷糊啦。杨紫就改换策略，专门去搞影视这方面啦。老是在剧组里带着，又一次以剧中某个人物的身份露面了，能让人更有身临其境的感觉。白鹿是因为电视剧才变得很火的，火了之后没多久就投身到综艺界了。2季《奔跑吧》让白鹿的人气真的涨了1倍。不过她那搞笑的样子实在是太深入人心啦，让好多观众没法更专心的看她的剧。评论区老是能看到担心白鹿突然冒出来这样的话，就跟黄磊在《向往的生活》里做饭的那模样，给观众留下的印象特别深，导致观众再也没法进入他的戏啦。综艺确实能让白鹿一直保持热度，要是还想当一名演员的话，得一直保持最初的那份心，别去过分追求那么多的曝光量啦。别老是想着把完整的自己在大众面前展现出来，把演技磨练好才是最关键的。稳稳当当、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的走好每一段路。虽说起跑线上没赢，不过白鹿依旧还是90后小花中的一位重要人物。想要提升的话，就得静下心来提升演技。杨紫和白鹿到底谁是90后的领军人物？答案那是相当明显啦。杨紫演的《长相思》现在还在热映着，白鹿演的《宁安如梦》马上就要播出啦，请大家接着期待他们之后超棒的表现。杨紫和白鹿，他们俩谁的演技更厉害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话语。